帮你手上的这是 Galaxy Note 20系列，稍后也会带入这次在 Galaxy Unpacked 当中已经发表的各项新品。不过在此之前，邦尼还是想先跟大家聊聊今年的 Galaxy Unpacked。今年的发表会少了许多产品介绍的桥段，更多的是展示实际体验。邦尼认为，三星的 One UI 走到今天，确实是值得花些时间跟大家展示这几代 Galaxy 系列装置在三星生态当中默默经营的各项整合。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先来看 Note 20，再来慢慢的带大家看这次三星展示的各项生态整合。这次共有 Note 20以及 Note 20 Ultra 两款新机。首先是 Galaxy Note 系列最重要的笔。Note 20系列的 S Pen 还是有几项升级。首先是更跟手的书写体验，在书写时更像是拿着真的笔在书写，延迟大幅降低，可以边录音边做笔记的语音同步笔记功能，对于会议或采访来说，应该会非常好用。接着就是这支 S Pen 又有更多悬浮手势，例如按住笔身上的按钮，画出向左或是向右的箭头，就可以触发返回或是多攻，画出笔记的手势，就能快速截取进入笔记等等。接着我们看到相机，首先大家看到这颗1亿800万画素的镜头，肯定还是最关心对焦速度。这次 Note 20 Ultra 为此重新加入了雷射对焦模组，在对焦上基本可以放心。其实在 S20 Ultra 多次更新过后，对焦速度也已经回到正常水准。在 Note 20系列上，除了同样可以进行 8K 录影外，这次则是新增了可以自由调整变焦速度的拉杆，让变焦速度可以依照需求进行变换，同时过渡也会更加平滑。在专业录影部分，除了同样拥有类似峰值对焦的辅助对焦系统外，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 Note 20系列中可以直接连接蓝牙装置，例如新推出的主动式降噪魔豆 Galaxy Buds Live 进行收音。此外，也可以依照需求自由切换手机上不同位置的麦克风进行收音。系统上则是新增了无线版本的 Samsung DeX， 并且可以在电视上使用 DeX 时，手机依旧可以回其他讯息。而这次发表会最重要的生态，大概可以分为3个部分。首先是三星自己的生态，透过 Galaxy Watch 3、Tab S7、Buds Live 以及 Note 20这些硬体，基本可以覆盖生活中大部分的行动装置体验。最重要的是，从 One UI 开始，三星就不断强化资讯能够在所有装置中同步的能力，例如可以在所有装置都收到简讯、接听电话等等。最棒的是，只要装置连接上网路，就算不在同一个 WiFi 底下，也就是说，手机跟平板就算不在同一个空间，只要两者都有连上网路，也可以透过平板直接讲电话等等。而各项的快速连接，装置间同步都还是存在。第二项就是这次三星也跟微软有更深度的生态合作。首先是 Samsung Note， 现在可以跟微软的 OneNote、Outlook、To Do 进行同步啦，并且透过邦尼已经说过不少次的连接至 Windows 功能，在 Windows 电脑上就可以直接接收通知、查看照片，并且查看简讯、直接打电话。这次又新增了一个邦尼认为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在 Windows 中就可以直接打开手机里的 App， 例如打开手机上的 WhatsApp 直接回讯息，打开手机上的 Uber Eats 订餐，或是滑一下 Instagram 等等。除此之外，跟微软的另一个合作，则是关于 5G 时代的云端游戏。透过 Note 就可以直接游玩 Xbox 百款游戏。不过跟微软的同步功能，除了已经有的连接至 Windows 外，其他是陆续上线。最后就是可以使用手播的邻近装置快速分享功能啦。带大家来看一下规格 ，Note 20系列共有 Note 20以及 Note 20 Ultra 两款机种。首先来看 Note 20 Ultra， 萤幕上 Note 20 Ultra 采用了 6.9 寸 2K QHD Plus 120Hz 的欧极线全萤幕，采用三星最新的 Dynamic AMOLED 2X 显示技术，支援 HDR10 Plus， 峰值亮度可达惊人的1500尼特。音效上拥有 AKG 调教双喇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Note 20 Ultra 采用了康宁新一代的 Victus 强化玻璃，也就是第7代的大猩猩玻璃。而 Note 20则是采用了 6.7 寸 Full HD Plus 欧极线全萤幕，使用的是 Super AMOLED Plus 显示技术，规格上是60Hz， 同样支援 HDR10 Plus， 采用平面萤幕，这点就各有拥护者，就看个人喜好喽。
不过没有 2K， 不是 Dynamic AMOLED， 以及120Hz 则是这次的缺憾。不过售价确实也比 Ultra 少上$300，同样采用 AKG 调教双喇叭。相机部分 ，Note 20 Ultra 由上到下分别搭载 f2.2 1200万画素120度超广角镜头，接着是 f1.8 1800万画素广角主镜头，一样采用 PTAF 对焦，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最后一颗则是5倍混合变焦，最高50倍数位变焦的 f3.0 1200万画素望远镜头，并且搭配雷射对焦模组。Note 20则是采用 f2.2 1200万画素120度超广角镜头，接着是 f1.8 1200万画素广角主镜头，采用 Dual Pixel 对焦技术，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最后一颗则是最高30倍数位变焦的 f2.0 6400万画素镜头，因为主镜头本身对焦速度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没有雷射对焦模组。效能部分，在台应该还是会以 Qualcomm Snapdragon 865 Plus 的 5G 版本为主。Note 20 Ultra 最高搭配 LPDDR5 12GB 的 RAM，Note 20则是 LPDDR5 8GB， 容量则是以后续官方公布为主。而在续航部分 ，Note 20 Ultra 搭载4500毫安时，Note 20拥有4300毫安时。充电上两者都有25瓦快充，都支援无线充电以及无线电力分享，全系列支援 IP68 防水防尘。在生物安全辨识上，则是同样采用超声波萤幕下指纹辨识。而在选色上 ，Note 20共有金、绿、灰3色，采用类玻璃背盖，也就是类似雾面玻璃质感的塑胶背盖。而 Note 20 Ultra 有金、白、黑3种颜色，采用的就是玻璃背盖了。整体来说，今年的 Galaxy Impact 更像是三星生态的一次展示，透过一次发表的各项新品达成硬体需求，并且透过自家One UI 跟各家的系统整合，在软硬体上同步带来解决方案。好啦，本期先说到这边，欢迎底下留言告诉邦尼你的想法。邦尼将在近期推出 Galaxy Note 20 Ultra 的完整评测，千万别错过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